4年一度的总统和国会大选在上周末落幕了。这次台湾的选举被许多外媒称为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选举，而结果也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以来的一个崭新的局面。那么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到底代表着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2024年台湾大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大选的结果整体呈现了3足鼎立的状况，正副总统由民进党的赖萧配以超过 40% 得票率当选，而国民党侯康配则以 33.49% 的得票率排名第2，最后呢是 26.46% 的民众党柯颖配。那赖清德虽然替民进党打破了最近20年来同一政党最多执政8年的魔咒，但他的得票率不到50%，比上次蔡英文少了将近 17%。另外，国民党的得票率也比上次少了 5%。在民众党的部分呢，虽然柯文哲只有拿下总统第3名，但他率领的民众党来势汹汹，成功夺下了国会关键少数的位置。那在美中对抗加剧、世界局势动荡的状况之下，台湾这一次的选举也获得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不仅登上了多家外媒的头条 ，BBC 啊、华盛顿邮报等等媒体更称呼这场选举是今年全世界最重要的选举之一。那么各方的分析怎么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呢？对于台湾各党还有整体社会来说，我们接下来又会面对哪些挑战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这些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平常家里打扫除了地板清洁之外，你有想过床铺跟沙发里面那些8只脚紧紧勾住纤维的尘螨该怎么办吗？今天要介绍一款新产品，日本 Iris 大拍 6.0 双气旋智能侦测除尘螨机。这款大拍 6.0 呢，最高每分钟拍打15000次，可以震飞深层的顽固尘螨跟脏污，并且吸除。它的感应灯号也相当贴心，可以轻松了解净的程度，让你打扫更有效率。此外，它还拥有清净机等级的 HEPA 13银离子滤网，避免过敏源吸进去又再飞出来，防止2次污染。如果想要保护家人远离过敏，日本 Iris 大拍 6.0 绝对是你的好帮手。现在就点击下方链接，趁着新品上市优惠，让家里变得更干净又舒适吧。虽然民进党成功连任但比起上次大选，总统票少了将近260万票，区域立委也大为失血。不过呢，政党票表现相对稳定，还是有将近500万票，跟上次差不多，跟这一次总统票差距也没有非常的大。分析认为这将近500万的政党票呢，相当于是绿营的基本盘，而总统票失去的260万，应该多半是本来就非蓝非绿的摇摆选民。上次大选呢，这些选民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冲击之下，因为担心中国的威胁，投给了蔡英文。但这一次比起中国因素，他们可能更在乎房价、薪资等等更切身相关的民生问题。再加上部分选民换人做做看的想法强烈，所以决定不再投给民进党。而这样的状况呢，也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接民进党第3个总统任期的赖清德，必须要在这些民生内政问题上面拿出更有说服力，让民众更有感的施政表现。但是在立院朝小野大的状况之下，还有很可能呢，因为在野党反对，难以推动实现自己的政见，甚至这一次还是没有单一政党过半的情况，所以要怎么样跟2个在野党派协商合作，将会是他5月上任后的一大挑战。同时也有评论认为呢，虽然这次中国因素退烧但很快的2027年习近平又会再度的寻求连任，那他会不会在那之前又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动作，也大大的考验了赖清德的反应能力。虽然这次国民党在很多地方翻盘拿回了不少区域立委席次，但政党票跟上次差不多，所以整体国会席次并没有过半。而且他们总统不止选输，票数比上次少了85万，甚至还比政党票少了10万票，创下了国民党首次总统票低于政党票的历史纪录。有分析认为呢，这显示出侯友宜不仅没有帮到国民党，甚至还反过来失去了蓝营选票。所以连国民党内部的检讨呢，都认为他们这次总统败选的一大原因是人选问题。从一开始的郭台铭到后来的蓝白合破局，都可能让支持者感到混乱。那因为最后出现的侯友宜并没有获得泛蓝阵营的普遍认可，所以蓝营力推的弃保策略不止没有发挥效果，甚至反而让一些选票流到了柯文哲那边。有意见认为，就更长远来看呢，这也反映出了蓝营缺乏了能够凝聚党内共识、适合参选总统的人才。此外，也有分析觉得，国民党更大的问题可能是相对亲中主张守旧的形象一直没有改变，导致他们几乎得不到年轻人的支持。所以，国民党接下来最大的课题呢，就是要改革。
一来是内部人才培育啊，还有推选机制需要调整；二来是要改变政党的形象，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否则可能会因为没有新血加入而渐渐的衰落。但分析认为，蓝营现在比较有潜力的人才，多半都是正二代或者是派系家族势力，还是带有过时守旧的色彩，跟年轻化的形象改造可能会有冲突。而且，如果他们要年轻化、调整政党形象，甚至改变策略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流失既有的死忠选民，这部分取舍也会是一大考验。这次民众党虽然总统票数垫底但跟国民党的差距并不算很大，部分区还进步了3席，成为了国会的关键少数。有分析认为，这代表柯文哲的中间路线奏效，成功的拉到了上次投菜的中间选民，也拉到了部分反对民进党执政的泛蓝选民。不过，在3组人马当中呢，民众党的基本盘也相对的最不稳定。柯文哲拿到369万票，但政党票呢只有300万票，而且推派的11席区域立委呢也全部落马。有分析认为这代表整个民众党几乎都是仰赖柯文哲一人的政治魅力。那如果他的人气没有持续下去，就很容易被边缘化。像过去一度成为第3势力又衰退的台联啊、亲民党都是这样子而逐渐泡沫化。更何况，民众党的选民结构呢，又比这些政党都更年轻，粘着度可能更低。尤其未来这4年柯文哲没有公职支撑党职，要维持声量也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接下来呢，将会非常的考验民众党团能不能够在国会拿出亮眼的表现。而这件事情呢也不容易因为民众党虽然有机会以关键少数的位置左右国会局势，甚至拿到更多有利的政治筹码，但也会有很大的选边站的压力。现在很快就要面对的立法院长人选，要支持韩国瑜吗？或是未来到底要不要推动服贸、重启核四等等更加敏感的议题，在国会当中要投票的时候，民众党可能就比较难像选举的时候那个样子，对很多议题维持中间路线的态度了。而且也因为角色关键，所以他们在每个议题上面的选择势必会受到大众更密切的检视，也等于是提供选民更多检验他们价值观的机会。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呢，开始崭露头角的几个小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全军覆没。上一届有3个席次的时代力量，这次不仅没有席次政党得票率也只有 2.57%， 低于可以拿补助款的 3% 门槛。而其他小党包含了上次政党票有突破 3% 门槛的亲民党跟台湾基进呢，得票率更全部掉到 1% 以下。分析认为小党的整体颓势呢，基本上是可以预料到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所有小党共同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单一选区2票制本来就非常不利于小党生存。选举期间呢，他们常常要对抗弃保效应，有不少的选民呢，因为担心自己投给小党的政党票无法转化成实际的席次，所以会选择投给大党，导致小党更加弱势。而在制度的困难之外呢，几个声势比较大的小党也各自面临类似的困境。以时代力量为例呢，他们这几年就一再陷入政党定位不明的问题，而在多位政治明星纷纷退党，现在又失去补助款的情况之下，考验又更加的严峻。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小党的未来也未必那么的悲观，因为整体来说，投给小党的总票数还是蛮多的，只是更平均分散。这代表呢，以价值观为导向的选民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如果能够策略性的彼此结盟，或是跟大党合作，或许还有机会一拼。但是大部分的分析普遍都同意这些小党接下来的挑战还是非常艰巨，尤其在没有补助款的状况之下，要怎么样继续的维持党务运作，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如果真的要选择策略结盟，也可能会遇到跟时代力量一样有政党定位还有内部分歧的问题。除了各政党面临的挑战之外呢，这次选举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面临到的挑战。首先不少评论提到，虽然选战造成的社会的分裂一直都不是什么样的新鲜事，但这几年网络上面不同立场之间的互相攻击、仇视，甚至是谣言，似乎都越来越多。端传媒的评论就认为，台湾选举民粹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候选人的政策空洞，比起讨论问题的解方，更多的精力呢是拿来算民调、炒作对手的负面形象，让不同立场的民众对彼此的仇恨值持续的飙升。此外呢，端传媒报道者等等媒体的评论呢，也都提到了中国介选的影响，包含了经济上面的间接压迫，国台办直接警告台湾选民，或是透过认知作战，也就是散播这个假讯息带风向，煽动台湾人的情绪，制造对立。而在认知作战的部分呢，台湾内部一直有2派声音，一派认为呢，其实没有所谓的认知作战，或是就算有，也没有那么严重，这个词只是执政党拿来打压那些监督政府的声音所用的借口。但是另外一派却觉得，认知战不止货真价实而且非常的严
严重。关于这点呢，近年来有许多国内外的独立机构研究都显示，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确实有加强趋势。像是瑞典哥德堡大学全球民主计划在2023年的报告就指出，台湾遭受境外假讯息攻击的严重程度连续10年排名世界第一，而且状况持续的恶化。去年9月，微软公布的分析报告也表示，中国会成立网络媒体或装成当地的民众，在网络社群上面刻意的发表会制造对立的言论，试图影响2024年台湾还有美国的大选。他们甚至还预测，未来中国呢会扩大跟网红的暗中合作，影响不只仅民众。而站在第一线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也表示，随着选举逼近，假讯息不仅更密集，也更多元。除了固定会出现的民生议题，选举前后呢 ，TikTok 等平台上面也出现了大量恶意剪辑的影片，来制造作票的舆论风向。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4年前的总统大选，无论是两大党的候选人，或是他们的支持者，对于很多议题的立场都明显不一样。但这一次竞选期间，3位候选人对于很多策略的大方向呢，相对的没有差那么多，而且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蛮特别的现象。比如很多外媒关注的焦点呢，都是台湾人会怎么样选择接下来的最终路线，但他们看到的是台湾选举期间吵最凶的，就是各阵营的候选人的房地产议题，而很多蓝绿死忠支持者呢，也对于自家候选人的表现感到不满。所以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呢，很多专家也认为这次的选后分析相对的困难。过去我们通常可以从选票的结果大致看出，除了铁票以外的摇摆选民对于执政党的满意度如何，或是他们更倾向选择什么样的对中路线。但这一次中国议题退烧，有些人呢甚至直接讲明，与其说自己非常认同柯文哲或是民众党，他更在乎的其实是能不能够终结蓝绿两党长期垄断政治权力的状况。同时呢，来自境外的势力又不断透过各种的资讯战，强化大家彼此之间本来就有的对立，也让情况变得更加的复杂。那根据这几年我们对于中国资讯战的研究还有理解，这认知作战呢，其实并不一定都是完全针对单一阵营而来的。有的时候，它可能同时扮演不同政党的支持者，在各大讨论区故意发表极端的言论，挑起紧张的情绪，让大家彼此猜忌、彼此讨厌，越来越难形成共识。而在这样子的风气之下呢，我们自己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很多议题的讨论空间似乎都越来越限缩了。不只是各大网红，很多一般民众也越来越不敢在自己的社群表态，生怕一个说错话就被出征。但我们认为如果越来越少人愿意参与政治或是讨论政治议题，那这个话语权很有可能就会落入少数人的手中。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避免政治被把持，或者想要抵御中国认知作战，冲击到台湾的民主最简单的方法，或许就是要反过来，有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关心，愿意表态。而这个表态呢，并不只是宣示自己支持什么阵营或是意识形态，也包含了如果有极端明显恶意或不实言论出现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可以不分立场的一致站出来谴责，宣示我们想要寻求共识解决问题的决心。那么知道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尤其这次选举的撕裂呢又很严重，尝试这些都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我们相信，当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多，台湾就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强壮。另外，我们也观察到，这次其实有蛮多本来没有特别关注政治议题的人会开始加入选举的话题。虽然过程呢可能吵吵闹闹、跌跌撞撞，但在激情稍微告一段落的现在，或许也正是一个时间点，可以让彼此沉淀一下心情，做好继续参与民主的准备。就像前阵子共都盟执行长也有分享到，民主是在选举之后才开始，所以接下来就让GECC继续的陪大家一起关心讨论各种社会议题吧。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关于这次的选举，你最意外的是什么呢？ A. 民进党连续3届成功的拿下了总统。 B. 国民党的总统票呢比政党票还要少。 C. 民众党成功的夺下了国会的关键少数。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2024年台湾选举分析。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选举作票争议以及共都盟访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